据观察者网消息，北京时间10月23日早9点，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场辩论正式开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迎来大选前的最后一场交锋。此次中场辩论在田纳西州贝尔蒙特大学举行，分为6个辩论议题，每个议题15分钟，总计时长共为90分钟。选题包括抗击新冠病毒、美国家庭、美国种族议题、气候变化、国家安全、领导权。主持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克里斯汀·威尔克登场后，首先强调了辩论规则。他特别指出，如果再有候选人在他人回答问题时插话，辩论委员会便会切断他的麦克风。宁波日报报道，最近有宁波男子小刘网络吐槽称，相亲对象带23个亲戚来相亲，一顿饭吃掉近2万元，看到账单，男方溜了。事后，小刘和相亲女进行协商，女方表示愿意 AA。但是小刘只接受支付他房间的2桌4398元的餐费，其余的几桌则由女方承担，他们的消费金额是15402元。另一位网友小陈也吐槽说，自己的母亲给他安排过一次相亲，对象是一起跳广场舞的大妈的女儿，两人第一次见面在日料店，女孩一直在拍照，然后请来了自己的4位朋友，当晚消费近5000元。小陈很气愤，离开了饭店。之后微信转给女孩1000元钱，随后引来女方一顿狂喷，说没见过这么小气加奇葩的男人，相亲连请女生吃饭都不肯。第一次相亲吃饭就带自己的朋友来蹭吃蹭喝，你怎么看相亲饭局买单的事呢？每日经济新闻报道，10月22号，华为 Mate 40系列全球线上发布会举行。华为 Mate 40系列手机正式发布，其售价899欧元。具体为华为 Mate 40 8+128售价899欧元，华为 Mate 40 Pro 8+256售价1199欧元，华为 Mate 40 Pro 加12加256售价1399欧元，华为 Mate 40 2S 保时捷12加512售价2295欧元。另据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华为 Mate 40系列以及更多新品10月23号0点将在华为商城及线上授权电商平台、线下授权零售渠道开启预约。在外形方面，华为 Mate 40系列延续 Mate 中轴对称设计，推出新环设计。据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介绍，新手机搭载了全新5纳米麒麟9000 5G SoC 芯片，是华为史上最强大的芯片。此外，8核心 CPU 以及24核心 GPU， 还有算力更强劲的 NPU， 比同类产品快 2.4 倍。发布会中除了麒麟9000芯片，还曝光了麒麟9000E 芯片，两款都是性能强悍的 5G SoC 配置。此外 Mate 40和 Mate 40 Pro 分别采用 6.5 英寸和 6.76 英寸曲面 OLED 屏幕，刷新率为90赫兹。而华为 Mate 40手机拥有2种不同的材料，共5种颜色。Pro 版同样拥有2种材料5种颜色，而 Pro 加也有陶瓷白和陶瓷黑2种颜色区分。据澎湃新闻消息，艾特扫黄打非10月22日消息，四川广安警方19日宣布捣毁 X 彩直播平台。经调查，该直播平台通过付费观看、诱导打赏、诱导赌博等形式诱导用户充值，仅半年时间，该平台便接受充值近1亿元。为了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犯罪团伙头目安排手下跑分平台，将违法所得洗白。目前，包括63名涉案女主播及平台运营、推广、维护等110余名犯罪嫌疑人已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超3亿元。案件后续处理工作正在开展中。据海外网消息，海外网10月23日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最后一场辩论前夕，特朗普和拜登均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周四下午在纳什维尔告诉记者，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与此同时，拜登竞选团队一名官员22日也宣布，拜登当天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据现代快报消息，芯片之城迎来芯片大学。10月22日，南京集成电路大学在江北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揭牌成立。这所由江北新区联合企业高校共同成立的大学，是全国首个以集成电路产业命名、关注产业人才培养的大学。
南京市政协主席、集成电路产业链链长刘以安、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等来自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主要领导以及高校企业的代表出席活动。据海外网消息，中新社珠海10月22日电，10月23日是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2周年日子。22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年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1792万余人次，出入境车辆超过149万辆次。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据俄塔什22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当天向媒体表示，斯诺登获得了在俄罗斯的永久居留许可。不过，库切列纳表示，斯诺登尚未考虑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2014年8月，斯诺登获得为期3年的俄罗斯居留许可，并在2017年延长至2020年。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网10月23日电，针对台防务部门扬言2项飞弹与火箭都可打到大陆沿岸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所谓不挑衅的谎言再次被戳穿，他们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挑衅和威胁，不自量力，自取灭亡。朱凤莲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不断升级谋独挑衅，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据界面新闻消息，继英国首相约翰逊放话称准备好无协议脱欧后，英国政府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宣布重启与欧盟的谈判。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0月22日下午开始。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欧洲议会上讲话时表示，虽然双方存在分歧，但只要愿意合作达成协议，已近在咫尺。据环球网国际消息，美国致信多国敦促退出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据美联社22日报道，在禁止核武器条约现已获得47个国家批准，距离生效门槛仅剩3个国家之际，美国政府正在向已经批准该条约的国家发出劝退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称，该条约许多内容脱离现实，如忽视了国际安全形势和地区挑战，也没有增加各国间的互信与透明。据海峡导报社消息，21日上午，有2家知名航空器观察网站网纷纷发帖表示，一架美军 RC-135W 电侦机短暂地飞越台北市上空，消息传出，引起军事专家及航空迷大为震惊。当天下午，台军对此予以否认。不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事后证实有飞越过台湾。辽盛晚报报道，如果有人要收购支付宝账户，你可要注意了，因为有个别人收购后就利用支付宝、银行卡等为网络跨境赌博提供资金结算通道去干违法犯罪的勾当，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在葫芦岛就有人打着大数据需要的幌子，在自家店里或者是利用云闪付的活动场所，以30、50元或者其他小恩小惠的方式来引诱他人注册支付宝账户后再收购。在这收购注册支付宝账户的背后，竟然是为了给境外赌博网站结算资金。近日，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打掉了这个由12人组成的特大犯罪团伙，相关涉案人员全部到案。经讯问，陈某及其团伙对其通过利用支付宝、银行卡等工具为网络赌博提供资金结算通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仅2个月的时间，该团伙就为网络赌博犯罪提供了巨额资金支付结算服务，金额高达7000余万元。警方提醒广大群众一定不要随意向他人转借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轻易被网络上不切实际的高额利润所诱惑，不要泄露自己的支付账号、银行卡、收款码、付款码等个人信息。据观察者网消息，综合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10月23日报道，法国卫生部门22日报告的数据显示，法国在24小时内新增41622例新冠病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总病例数更是累计达999043例。继西班牙之后，法国将于当地时间23日成为第2个新冠病例总数超100万的西欧国家。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当地时间22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法官宣布，对实施锁紧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雷克·肖万提起的3级谋杀指控已被撤销，针对德雷克·肖万的2级故意杀人和2级误杀罪的指控仍成立。
判决法官卡希尔表示，只有在被告的行为对除死亡的特定人外，对他人也构成重大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一指控。裁决说，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并未表明肖万的行为对弗洛伊德以外的任何人造成极为危险的情况，所以做出了撤销3级谋杀指控的决定。截至目前，在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的9项被告的指控中，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法院维持了8项，其中包括对所有4名被告的严重谋杀罪指控。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给高原边防官兵紧急量身定制的首批防寒备装，经过联勤保障部队军需能源质量监督总站采取超常措施，全程驻场跟踪，全程动态监督质检后，全部合格，顺利送抵边防一线，确保高原官兵温暖过冬。这是该总站改进应急采购条件下加强质检方式，确保军品质量的又一创新成果。据海外网消息，10月23日电，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日报道称，当天大约200到300名抗议者聚集在墨尔本市战争纪念馆门前，抗议政府的封锁措施。他们拒绝戴口罩，高呼新冠病毒是骗局等口号，并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制服并逮捕多人。据报道，这场抗议活动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是过去几个月来针对维多利亚州州政府严格抗议举措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之一。抗议者举着标牌，上面写着媒体是病毒，新冠病毒是骗局，澳洲人醒醒吧等标语。很多人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或者根本不戴。据澎湃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脸书账号上公开了一段此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60分钟采访时的视频。对此 CBS 发布声明称，白宫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无视了与 CBS 签订的协议。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最新通过3项对台军售计划一事提问。赵立坚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涉嫌密谋暗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一名男子在北卡罗来纳州被捕。据当地媒体 WBTV 报道，亚历山大·希勒尔·特雷斯曼也被称为亚历山大·埃斯泰斯，于今年5月底被捕。此前，北卡罗来纳州肯纳波利斯一家银行的员工报告说，一辆可疑的白色面包车被遗弃在停车场。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2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邦办汤普森对记者称，蓬佩奥国务卿下周将访问斯里兰卡，美国鼓励斯方考虑美提供的透明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选项，而非歧视性和不透明的做法。美国认为斯里兰卡已经到了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敦促斯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定，特别是在对中国对斯影响力的问题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美方官员的言论充满了冷战思维、霸权心态，充分暴露了美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逼迫中小国家选边站队的一贯做派。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邻邦，长期以来，两国基于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展彼此的关系，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友好合作，给中斯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将同斯方一道坚定不移地拓展和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为继承已故父亲存款，广东陈先生耗时7个月，在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来回跑了7、8次，也没能证明我爸是我爸。今年2月，陈先生父亲去世，他生前曾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阳支行存款7万余元。3月2号，陈先生去银行取款，虽然他知道密码，但却没能通过人脸识别。银行要求陈先生办理公证手续，陈先生带着户口本去惠阳区公证处，公证处要求陈先生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亲属关系证明。派出所称，亲属关系证明属于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不予办理。陈先生再次来到公证处，公证处称去派出所复印户籍底册也可以。
但派出所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办理复印户籍底册。陈先生第3次到公证处，公证处说居委会开具亲属关系证明也可以。居委会表示，依据民政部规定，不予陈先生开具亲属关系证明。陈先生第4次来到公证处，公证处表示没有证明就无法办理，此事陷入僵局。国务院第7次大督查第11督查组接到陈先生反映的问题后，赴广东惠州实地督查。经协调，陈先生父亲原所在单位同意出具亲属关系证明。10月20号，陈先生的公证手续已办完。据环球网国际消息，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1日称，美国太空军当天率先成立了首个职能司令部——太空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将统领五角大楼所有军用卫星，为美军的全球征战提供太空支援。报道称，太空作战司令部的成立仪式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军基地举行。该司令部由新晋升的斯蒂芬·怀挺中将指挥。他此前担任太空军的副司令。美国太空军司令约翰·雷蒙德在太空作战司令部成立仪式上表示，太空作战司令部的建立为我们的集体太空作战能力增添了强大的能力。毫无疑问，在太空领域，我们是全球最好的。据澎湃新闻消息，凌晨醉酒驾车等红灯时竟睡了过去，直到半小时后被交警叫醒。澎湃新闻10月23日从温州平阳县交警部门获悉，涉事的李某已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18日凌晨，平阳交警接到报警，称龙岗大桥与104国道路口的机动车道上停着一辆车，车里有人，但一直停着不动。民警赶到后发现车辆未熄火，驾驶员和一名乘客都睡着了。海外网10月22日电，据印媒报道，一名印度学生在疫情期间为消磨时间，跑去澳大利亚军火网站浏览购买武器。本是一个随意的恶作剧，后来却引起了两国情报人员的注意。最终，该学生被大批特工和警察找上门，经过调查后才证明了清白。证券时报报道，10月22日晚间，美国司法部公开文件显示，高盛就马来西亚国营基金一马发展丑闻案，同意向全球多个监管机构合共支付超过29亿美元，折合约225亿港元、194亿元人民币罚款或和解金，以解决对其在国际金融丑闻中的调查。另外，中国香港在这一事件中对高盛处以创纪录的3.5亿美元罚款，约合23亿元人民币。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也在周四对外公布，将对高盛罚款9660万英镑，约合8.4亿人民币。与此同时，该公司将对10余位现任和前任高管降薪或追讨总额1.74亿美元的薪酬。高盛现任 CEO David Solomon 及其前任劳尔德·贝莱克凡都将退还部分薪酬。美司法部表示，45亿美元被转移到了离岸银行账户和空客公司。据悉，资金被用来购买奢侈品和地产，包括喷气飞机、游艇、毕加索和莫奈的画作、珠宝、斯科塞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部分股权，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房地产等。受此消息影响，美股周四银行板块普遍收高，摩根大通涨 3.54%， 高盛涨 1.27%， 花旗涨 2.19%， 摩根士丹利涨 2.76%， 美国银行涨 3.45%。据环球时报军事消息，据法新社23日报道，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周四访问五角大楼期间，美国再次承诺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领先地位。随着美国准备向阿联酋出售先进的 F-35 战斗机，甘茨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的保证，即以色列的定性军事优势不会受到影响。海外网10月22日电，英国《每日邮报》22日消息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英国政府每天借款10亿英镑，短短6个月内负债2080亿英镑，总债务额高达20万亿英镑，相当于 GDP 的 103.5%， 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观察者网消息，北京时间10月22日晚间，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在华为 Mate 40系列全球线上发布会上再次谈及美国禁令时表示，华为现在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正在经历美国政府的第3轮禁令，这一禁令极不公正，导致我们处境艰难。对于华为来说，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我们承诺持续展开技术创新，将最佳的技术和创新带给消费者，提升人们的生活，提升大家的工作效率。我们将信守承诺，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